修完一个之后呢，我们再来修一个，就它，好像和它那个是一模一样的。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？肉眼可见，开关管炸了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应该不小啊。保险也炸了。看这螺丝拧的痕迹，像是有人修过呀。好，开关管这个是坏的，俩开关管都炸了。输出整流。输出整流是好的，整流二极管呢？这个整流二极管怎么也短路了？也击穿了。哎呀妈呀！先把这两个开关管拆下。好烫手啊！再把这个保险也拆掉。根据现在保险我拆掉了，这两个开关管我也拆掉了。根据上一个经验呢，我们依旧把这个勾二这个跳线给它拆掉，来看一下前边到底有没有短路，能不能正确的生成一个300多伏的高压直流。这个跳线拆掉了，现在我们把保险补上，通电试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保险补好了，这块这个跳线我也已经给薅起来了。现在我们通电试一下，上灯泡，插电，送电，高压部分有短路啊，估计又是这个二极管，全部拆掉。哎呀，好烫手啊！现在来测计一下这几个二极管，我都让二极管整出这个阴影了，就怕它有个暗病啊。反向不通，这个反向也不通，这个反向也不通。好，这个是坏的，这个反向导通击穿了。我现在是全把它换掉呢，还是只换一个呢？我现在有点犹豫。先换一个赌一把吧。幸好我6板多呀，又从6板上拆下来一个，又放电了。前面的安徽电容也不给力呀。哎呀，哪个是我那个好的？我忘了。好的，现在把它换完了，再通电试一下。现在我就是在赌它别的那3个二极管没有软击穿。我们插电、送电，哎呀，
灯泡没亮，好现象啊！测一下高压有没有输出。好的，有320伏，证明那些还真没问题。赌对了，现在我们把它拆下来，再研究一下这个驱动部分吧。我再要去补充一下精力。补充完精力之后呢，我们进行下一步。我们下一步并不是装这俩管啊，因为这俩管只要炸，它的相关的驱动电路肯定会有问题。轻则烧驱动电阻，重则烧这个 TL494。我们先简单测一下，看看驱动电阻有没有问题。它的驱动电阻是2个，因为这是2个管，它的驱动电阻会是2个非常小的电阻，大概也就是1欧、2欧这样，不会太大。我们从背面就可以看出哪个是驱动电阻。连，这个管这个是它的驱动电阻，那这个管这个是它的驱动电阻，它的正面呢就是连着它，这个电阻不用测了，这个电阻现在已经这块已经糊了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电阻是不是好的。2.3、2.1啊，应该是1点几欧的电阻，这个电阻应该是好的，这个电阻没问题。这个糊了电阻都已经300多 K 了，这个电阻坏了，给拆掉。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2个二极管。好的，反向不导通。正向的值也正常。这一块看着黑啊，其实是这个被这个管崩的。这块的电路与这个管没有什么太大直接联系，因为这块这几个管和电阻是给这个 TL494用的。我们测一下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问题。看到吗？这是正常的。这个电阻也是有数值的。这个电阻也是有数值的，所以说这个管没有问题。现在就需要把这个电阻换掉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通电。都装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通电试一下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个上面这个管，这个上面这个电阻，这个是1.9欧的，但是我没有1.9、1.8的，而且它这个电阻是1/2瓦的，我还没有1/2瓦电阻，我有是这种这是1/4瓦的，这是2.2欧的。那么我需要就是把这2个全部换掉，换成2.2欧的。至于就是说功率大小，这个倒应该不会影响。它这个驱动电阻本身也不需要功率太大。现在我们再来装这2个3极管。然后把拆掉的那根跳线给焊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正式的赌一下了。赌什么呢？赌驱动部分别的没有坏。这个是可以赌一下的，值得赌。
我们简单拼一下子，给它通电试试。插电，送电，不对，听见了声音不对，这高频声非常大。我送电一瞬间，虽然灯泡没亮，但是这个高频声非常大，证明还是有其他问题驱动部分。我们现在试一下，看看里边，看看电容里边现在还有没有高压。没有高压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下一步。30多伏，电不着人了，可以。现在问题还是出在驱动部分呢，因为直流输出，因为低压部分要是有问题的话，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动静。但是灯泡没亮，然后还有高频声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这个 TL494应该是没问题。现在我严重怀疑是这两个电容，这个小电容，这两个小电容是定时电容，是这两个小电容的问题。我现在把它拆掉，用表打一下，看看它的容量还有多些。我现在已经这个键盘吸入电阻我已经测了没问题，这个两个定时电容呢我也测了没问题。然后现在还不开机了，刚才通电是啸叫声大，现在通电干脆没有动静，也没有输出，也没有动静。反正是35啊，连开机都不开机了，也不知道咋回事了。然后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现在准备把这个494给换掉，试一下吧。现在我准备好了一个好的494，这个是包好的，因为我是从好的东西上面拆下来的。我们现在把它拆掉，把这个换上，就可以知道问题的所在了。直接堆吸。好，拆掉，焊盘处理一下，把这个放到一边。把我们这个包好的494装上。现在 TL494我已经换上了，顺便我拿洗板水又把背后清洁了一下，要不然全是锡膏胶粘的。现在我们装上，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。插上电，又是高频声非常大呀，我没敢通太长时间啊。那证明这个494就是坏的，因为它装上去一点反应没有啊，它装上去还有反应。经过我一顿摸排呢，我又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小3极管，它是在这块的。我们测的时候都是带着这个芯片测，会有一些误导。我把芯片拆了之后呢，我发现这个3极管拿表量会有一些异常，这样量都通，正常它不应该双向导通的，它应该是单向。但是这个数值是接近正常参数的，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个误导。这也是软击穿的一种，这种就是说你在维修中十分不好去判断是不是它坏。我们现在找一个差不多的3极管给它换上，这个是1815。我把494也装上了，然后把那个3极管也换了。这回我们再通电试一下，送电好，亮了。指示灯亮了，测一下输出，好，5.18，完美。OK， 可以装机了。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不能再继续修下去了，因为我老婆已经喊我回家做饭了。